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的第一款 NA 所谓的这一款交朋友的擎天柱。这一次呢是一个单车的包装，并没带车厢，而且呢是做了简化的版本，身上取消掉了合金件以上漆的效果，就最后图一个便宜吧。外包装看起来其实还挺有意思的，因为到了虎年嘛，背后这里红红的也是 NA 的那个 logo， 然后有一个虎的一个剪纸的那种窗花的一种感觉吧，挺好看的。背后这里拍的实物的照片。制品方面，一份说明书，配件量应该是和之前的差不多吧，除了车厢和小滚珠啊，替换手型、能量大斧、大枪这些都有了。然后来看一下玩具的实物吧，车型的一个包装，其实大家如果从我的镜头里边看啊，是看不太出来的，感觉这个车头也是红红的，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但这是镜头感光的问题。如果你用肉眼看的话，这个塑料的原色是那种玫红色的，它并不是说特别大红的那种，而且没有了原先在原版的那个擎天柱上边上的那一层漆的话，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色差的，尤其以车顶的这一块非常的明显，镜头里边可能看得不太清楚，肉眼实物看的话，这两边是很红的，而中间的这些连接关节的地方是暗红色的。那么因为是一个老模具了嘛，咱们也玩不少，我们直接就开始变形吧。首先我们还是从腿部变起吧，把两个油箱抠开，中间的卡扣，然后翻折下来，两腿中间所有的卡扣打松掉，这里拉开，脚丫子从脚后跟这里搭着的一个挂钩卸开，延展开，脚后跟翻起来，再旋转180度，把油桶这个位置折起来的这个卡扣连接上，放好，另外的一边也是。找一下，记得把前面的这些关节都折到位。好，腿部变成这样，两个假油箱翻上去，这一块立起来，然后顺着这个小腿的中间截断的位置旋转180度，接着把这个连接车厢的挂的地方翻折进去，旋转180，包成腿肚子，卡扣卡上。这个卡扣特紧啊，有一个钩的感觉吧，挂上去吧嗒一下，就是这个挂在车厢的这地方啊，别忘了翻折。好，压进去。现在就可以把腿部旋转给180度，放到这面来了。后裙甲中间的卡扣打开，双段关节折下来。啊，这个轴特紧。好啦，下半盘我们现在就变完了。上半身这里的变形，这回咱们换一个变形的逻辑吧。首先把轮子这里往下捏一下，这里的两个卡扣先脱开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再开车门。我发现啊，变得多了，这个东西越来越找到它应该正确的变形顺序，这样就不会卡到一些地方了。然后我们把前方这里掀开，两个车门转90度，放在这里备用。接着把胳膊从这个地方的卡扣卸开，立起来，小臂捏上，另一边也是，拆开这里的卡扣，拉起来。现在我们就延展出来了这个效果。接着把后背这块拉起来，头从这里边顶一下，翻出来，接着背包这里旋转一个方向，这个小零件往回折，折过来形成一个坡道，斜着一个坡度，然后这一块红色的杆子往后折。原先在原版的地方，这些都是合金件，这回全部换成了尼龙件。接着我们继续把这个轮子往后转，腾开这些地方，
旋转车窗，肩膀这个地方很容易被遗忘，旋转180，另一边卷过来，哎，这个时候再折肋下的这2块，摊平，夹好，这块拉长，接着往上翻折，把这个肚兜穿上，这块检查一下捏平，然后我们再旋转下方的车轮位置，旋转过来90度插进去，注意下方这里一定要捏到底啊，捏紧一些，夹住。然后有一个容易忽略的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我看好多人最后都没变形，其实在这个前方的进气格栅这里还有一个稍微转一点的轴，也就是说把这个腹部啊，原先是平的，在车型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人行的时候要捏一个角度，有一个坡度感，这里会被很多人遗忘掉啊。接着腰旋转180翻过来，这里就不一样了。原先的合金件上边是没有这个凸起来的梯形卡扣的，现在换成了尼龙件，有韧性了，这里变成了一个 T 型的卡扣来锁腰。合金版吧，因为并没有什么韧性啊，所以这里完全的没有。尼龙版这里加了一个卡扣，原版的你只要往下一折，挂住就好了，而且很严实。朋友版呢，这里的这个卡扣啊，挂到这儿以后会顶住，然后你得使点力往下吧嗒一锁，本身应该锁住了吧，但是这个朋友版好像有点问题，这个腰锁的不是很紧，有一侧这边的这个缝隙会显得有点大，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歪？腰的这个轴好像有一点点的歪啊，就算捏到底了，放开还是会回弹的，稍微差了一点点。好，胳膊归位，放到正确的角度上。最后的背包这里，从这一段的关节再往下折，贴过来，背包放好。好了，这就是这回的 NA 交朋友版擎天柱的一个过程了。其实跟原版的放在一块对比一下，我个人感觉这个交朋友版的虽然没有上漆，但是会比原版的这一个来得更红一些。原先上漆的版本这身红漆是发一点暗的吧。这一款整体来说呢，变形的过程还是比较舒适的，因为并没有上漆嘛，所以一些关节了地方、卡扣的这些地方会变得稍微舒服一点点。胸部、腰部这个地方连接处加了一个卡扣，来让腰部锁得更严实了，不会像合金的那个中间的连接的地方没有锁扣啊。这回虽然有锁扣，但是好像有一点歪，就边缘的一点点缝隙吧，其实让强迫症会非常的难受了。再加上整体来说，其实这一款交朋友柱走的就是一个性价比路线了。所谓的交朋友，你交到了朋友的话，基本上的价格在188块左右吧，而原先的这个呢，要360、370左右的一个价格了吧。不过这个毕竟不带车厢嘛，只是一个单独的车头，没有车厢，没有小滚珠，但其他的配件还是会带的。怎么说呢，就是走的一个薄利多销的路线吧，取消了涂装，取消了合金，取消了车厢小滚珠，就是一个单纯的本体的车头，拿起来反正让你玩去吧，随便掰，感受一下这个变形的乐趣，或者说满足一些朋友们不想要车厢，我就想要一个简化版柱子的一种感觉吧。其实很多人不在乎车厢啊，他只是想要一个擎天柱的车头，那这一款应该会满足到大家了。不好的地方呢，因为本身是没有漆面的，所以在变成车型的时候，多多少少车头上会有一些色差。但变成人形了以后，我觉得这个红色吧，会比这个更鲜艳一点，比原色的这个其实更鲜艳、更红啊。原色那个虽然漆面闪闪发光，但是有一点点暗。然后就是腰歪的问题了，腰部这里取消了合金件，加了尼龙件和设计了一个新的卡扣之后，腰没有以前正了。可能也是在轴上面的一点问题吧，或者说在组装工艺时候的一点问题，看看后续这个东西能不能怎么解决一下吧。
小比例圈子的竞争真的非常激烈，各种各样的套路层出不穷。在这其中受益最多的是谁呢？是玩家呀。所以玩家别吵吵了，他们两家让他们争去，最后自己玩家拿实惠，这不都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参与其中，跟着他们下场一起去吵架呢？那明天如果说两家打得越来越厉害了，人人都交朋友，那岂不美哉？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一款 NA 的交朋友柱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